隨着攝關政治的結束，日本的中央朝廷呢是進入了被称為院政的新體制，是由上皇架空天皇來執行統治。在枯川天皇之後，鳥羽天皇、崇德天皇相繼繼位。原本被後3條天皇隔代指定的白河天皇的弟弟卻被排除了。之所以會形成院政體制，是因為白河天皇發現成為上皇之後，能夠實際上變成退休的 OB， 天皇的規則和禮儀自然也就對他不再適用，更方便行使權力。於是漸漸的，掌握實權的便不再是天皇身邊的官僚，而是上皇身邊的貴族和武士了。白河上皇雖然成為了日本中世之後最強大的集權者之一，但是他的人生中還是有3件不能掌握的事情，其一是鹤茂川的水，其二是双鹿頭子的典术，最後便是比叡山嚴立寺的法師們。這個莫名很有后勁的冷笑話出自《平家物語》，據說是白河上皇的自我總結。現在自古以來的鎮護國家和淨土教都在擴張，佛教勢力擁有了越來越大的力量，並且佛教勢力也捲入了土地紛爭中。和武士一樣，為了保護土地和寺廟，僧侶們也武裝了起來。這種武裝的僧侶呢，被稱為僧兵，特別是比叡山嚴立寺的僧兵非常的強大，還會以宗教形式為借口強行推進自己的訴求。白河上皇本身也是比較虔誠的佛教徒，他害怕受到佛祖的懲罰，基本上是承認了由佛教徒發起的僧兵是宗教的行為。但是周圍有這麼一批武装勢力也是要提防的，於是他又設立了特別警衛武士團。這些武士在他的北面的房間中待命，故被稱為北面武士。北面武士基本是從源氏和平氏中擇優選取，這一過程也提升了朝廷的軍事力量。視角來到地方，東北地区再次發生了重要的武士集團戰爭。1062年，前9年之役滅亡了安倍氏，之後源氏棟梁源賴義去世，同樣是在前9年之役中有所表現的他的兒子源賴家驻守陸奧國。昔日盟友出羽國清源氏進一步擴張，成為了有能力統一東北地區的強大勢力。前9年之戰經過了20年，清源氏的家督從清源武則變成了清源真衡，但是清源氏內部的血緣關係複雜，清源真衡和他的2個胞弟清源嘉衡和清源親衡之間還是存在競爭，而清源親衡和嘉衡的母親又是安倍赖氏的女兒，而作為安倍氏的公主之前還是藤原氏方的妻子，所以他們其實是異父異母的親兄弟。總之外部關係上呢，是對清源真衡很不利。後來真衡看見自己沒能生下嫡子，便接收了一名养子來做储君，並且讓他娶了源賴義的女兒。本來是為了增加外援的操作，結果在結婚儀式的當天，真衡的叔父吉彦秀武以超過長輩對晚輩的高規格，將禮金舉過頭頂遞給清源真衡。然而當時的清源真衡正在全神貫注的下圍棋，沒有注意到，氣氛一下子就尷尬了。吉彦秀武感到自己受到羞辱，他將作為禮金的纱巾扔進庭園中，然後憤然離去。之後真衡也發怒，宣布吉彦秀武這是反叛，他將起兵討伐。那麼清源嘉衡和清源親衡兄弟也就表態支持吉彦秀武。不過双方一直都是在对峙，最後也没有真正開戰。後來事情也基本不了了之了，一方單獨撤退一段時間，再回來繼續對峙，這種事情也是時有發生。但是源義家接手陸奧國之後，知曉了這場紛爭，決定支持自己的妹夫真衡，成功擊退了親衡和嘉衡的軍隊。但是隨着清源真衡疾病去世，戰爭也就到此結束了。源義家呢，便將原來真衡治下的土地分給了親衡和嘉衡，然後清源嘉衡又對分配方式不滿，襲擊了親衡的府邸。清源親衡虽然逃脫了，但是他的妻子兒女都被殺害，於是戰爭再次爆發。源義家當然是站在了親衡一方，攻擊嘉衡。但是由於北方發跡的清源氏更熟悉環境，清源嘉衡利用冬季的嚴寒打敗了源氏，發現所謂的武家棟梁源氏大家長也並非是不可戰勝的。嘉衡隨後就移至金澤要塞，打算守土抗戰。源義家和清源親衡雖然發動了進攻，但是損失巨大，一直無法攻下。後來呢，吉彦秀武提議圍城斷糧，並且對出城者一律處死，並且告知城內。最終清源嘉衡無法支撐，嘗試突圍，最終是戰敗被殺。後3年之役結束。朝廷收到戰報之後，認為這次戰爭完全就是源義家無端介入清源氏的內部紛爭，因而拒絕獎賞戰功，也不報銷戰爭支出。這意味着參戰的關東武士們沒有辦法得到報酬，源義家於是用自己的私財支付了武士們的工資。這一行為深深地打動了關東的武士。前9年之戰和後3年之戰的武士們都是受到源氏的指揮，被源氏考評，報酬也是來自源氏。他們理所當然的就與源氏建立了牢固的紐帶，為後來源賴朝建立镰倉幕府奠定了基礎。清源親衡在後3年之戰中統一了清源氏，之後他繼承了生父的藤原姓氏，成為了一方超級豪強。
後來顯赫一時的澳洲藤原氏就此誕生。後來的澳洲藤原氏以岩手縣平泉為大本營，勢力範圍遍布北方，控制的貿易路線更是從華泰到西伯利亞，通過海豹皮、沙金等等貴重商品的交易，成為了財力極其雄厚的武士集團。為了顯示他們的強大財力，甚至建立了中尊寺金色堂這一奇觀。而源義家卻不像他的戰友一樣幸運了，朝廷主事者自然也明白，對於源氏這種天驕呢，得罪了就要得罪死的道理。如今源氏從關東武士的精神領袖成了真正的領袖，就正是一個好時機。說到底，現在的源氏雖然是武士們的棟梁，但是並非朝廷的棟梁，也不是國家的棟梁，僅僅是關東和東北地區的英雄罷了，完全就是院政體制的妨害者。在朝廷拒絕支付後3年之役的軍費的同時，也把源義家的次子源義清派往對馬島，形同流放。而且朝廷曾經承諾過，東北戰事之後會給源義清安排重要的職位。源義家長子早夭，作為次子的源義清是很有可能的繼承人，此舉進一步引起源氏的不滿。後來源義清到達對馬島之後，殺死了那裡的朝廷官員，掠夺公家財產，而且還幹了不止一次。然後就逃亡到隱岐，再次出現時已經到了出雲，並且在那裡發動了暴亂。朝廷本想讓源氏自己去解決問題，但是源義家托辭年老不能征戰，他的弟弟和四子各自有其他的戰事，三子過於紈絝，已經不知所蹤。總之就是族中無人可堪大任。於是朝廷轉而命令桓武平氏的栋梁伊勢平氏的族長平正盛前往討伐源義清。伊勢平氏本来就是因為源氏到達關東之後，對支配關東感到棘手的平氏知足，他們也判斷這是重返關東的機會，於是接受了號召，前往攻擊源義清。僅僅花了半個月，平正盛就戰勝回來，並且帶着源義清在內的5個主要叛亂者的首級。這時的源氏的社會評價暴跌，平氏的聲望則是大大提升。視角回到中央，在院政體制之下，白河上皇去世之後，鳥羽天皇成為了上皇，台前的是崇德天皇。不過鳥羽上皇和崇德天皇兩人雖為父子，但是關係極差。也有傳言稱，崇德天皇的真正父親是白河上皇，而非鳥羽上皇，這個真實性不明。總之，鳥羽上皇確實是不喜歡崇德天皇。那麼後來，鳥羽上皇就命令崇德天皇讓位給他的弟弟近衛天皇。1155年，近衛天皇去世之後，又安排崇德天皇的另一個弟弟後白河天皇即位，這徹底激怒了崇德上皇。兩位上皇的矛盾表面化，武士家族們和藤原氏也打算浑水摸魚。平氏是利用在源義清之亂中提升了聲望，在平正盛、平中盛、平清盛祖孙3代的經營之下，地位日益提高。源氏則是為了恢復自己的公信力，族長源維義試圖加入貴族社會。藤原氏則是打算恢復自後3條天皇以來失去的社官政治的權利。不過當時的關白藤原中通家中是有點小問題，因為藤原中通一直沒有兒子，就培養自己的弟弟藤原賴長為繼承人。結果後來藤原中通經過艱苦奮鬥，終於有了長子。圍繞繼承權問題，他和弟弟賴長之間便有了衝突。近衛天皇呢，就是在這皇室、藤原氏、源平之間鬥争複雜的情況下過世的。這些大勢力們於是在鳥羽上皇後白河天皇或者崇德上皇兩個陣營之間站隊，形成了對立關係。1156年，也就是後白河天皇即位的次年，鳥羽上皇病倒。原本是因為權力足夠大，鳥羽上皇才能夠壓制崇德上皇和藤原賴長等人的不滿情緒。知道他們兩人肯定會搞事的鳥羽上皇，於是在北面武士中挑選了平清盛拉為盟友。同樣是原北面武士的源維義、源維朝父子，則是因為和崇德上皇一方的藤原賴長是朋友，所以加入了崇德上皇一方。到了7月，天氣变熱，鳥羽上皇的生命眼看已經所剩無幾了。崇德上皇試圖在鳥羽上皇生前和他和解，畢竟是父子嘛，就前往探病，但是被鳥羽上皇嚴詞拒之門外。鳥羽上皇甚至下命令，我死後不准讓崇德看到我的遺體。崇德上皇得知之後自然是非常憤怒，但是這些事情使得他的立場变得非常不利。鳥羽上皇去世之後，崇德上皇和藤原赖长企圖叛亂的謠言四起，兩人因此被沒收了全部財產，逼到了絕境，於是不得不真的發動叛亂。那麼這場平安時代最重要的戰爭之一的保元之亂，就留到下一期吧。都看到這兒了，別忘了點讚關注哦，我們下期再見。